范内侍，叶行医，请吧。陛下，今天来医馆，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医术之道。平安不敢。有何不敢？你的医心之术，圣都内可是人尽皆知啊。平安惶恐。起来吧，平安。朕问你，这一罐汤药，如何才能成为一剂良药？好药材，服以好火候，对症，才是良药。正所谓轻科要急，沉科要缓。平安斗胆一问：隐疾该如何用药？隐疾藏于暗处，病患只能自欺欺人。长此以往，轻症变重症，重症变绝症，到时候就算手握神药妙方，又能奈何？说下去，百姓的病苦，皆因忍耐而起，因重情而忍榨取，因重义而忍盘剥。平安四处奔走，只为清除隐疾，以保患者无虞。叶平安，你的医道，朕算是看明白了。只不过这用火太猛，往往过犹不及。你的医术的确还欠点火候。离开圣都吧，到别处去历练历练。苏玄真人在想什么？再回过，我听来进香的人提起，才知道山下近日发生的事。你上回来为何不告诉我？我不想让真人再为往事挂心。你当年既然选择了帮父亲，便没什么可悔的。当年选择帮你父亲，是我犯下的第一个错。为了逃避世事抛下你，便是一错再错。你不能像我一样，选错了路。苏玄真人曾让我遵循自己心意行事，我来便是想告诉真人，我已做出了选择。康平王，武将军抓了好些私盐贩子，我担心会查到自己人头上，你要不要制止他？康儿只是对金元之战颜良未至之事耿耿于怀，等李宗旭一到，他自然就消停。此事恐怕与苍司使宫少脱不了干系。宫少，徐清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东乡盐仓看一看。武将军不日会来查盐仓，苍司使要做好准备。多谢武圣人相告。原来叶平安竟是御史案的帮凶。父亲，叶平安的身份你已经知晓了。此人是一把好刀。刀太快，也容易伤到自己。父亲说的道理，女儿明白。女儿有意进献于父亲，叶平安有心急，可利用这一点将他送上绝路。雷夫没有看错。叶平安有才，但不能为我所用，将来只会成为我的阻碍。你想对他赶尽杀绝，就为了御史案？你与父亲都和御史案有关，而我是武家之女，我已不在乎什么清誉了。你不要因为我而受制于康平王。真人，你错了，我不是为了你，
而是为了帮我自己。仙儿，正因为我是武家之女，才能坐上中书舍人的位置。父亲若东窗事发，使武家蒙羞，必会牵连于我。父亲有一句话说的极对：李武两家已势同水火，圣上若想绵延大风，便只能传位于武氏宗亲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武家的大业。康平王是幕后主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花娘未曾料到自己会被毒杀灭口，死前手里紧紧握住了一把紫檀木梳。恰好康平王也好紫檀木雕，他是想在临死前给我们留下一点线索。康平王许诺了你，位极人臣，对吧？如果我是你，也会同你一样，牢牢倚靠住他这棵大树。你不是我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无忧竟掩盖御史案，倒卖官盐，笼络朝臣，李武之争，他早就在下这盘大棋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能否放手？我护你离开圣都，我保你一生平安。你看那夕阳，今日沉下，明日还会升起。可明日我与你，就只能是敌人了。谁也不要手下留情。好，叶平安，我期待你成为我的敌人。今岁这么早就落雪，恐有异变呢。报！说的可汗乎？说的二王子继位，起兵反京。报！说的可汗乎？说的二王子继位，起兵反京。说的可汗乎？说的起兵反京。臣求请，领兵赴边，守我大封，抵御外戎。封大将军武安康为燕北道行军大总管，挂帅出征，钦此。是我下贱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愚蠢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下贱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愚蠢。这人犯了何事？要遭这个罪？他儿子因为犯私盐，被那袁绍卿抓到大理寺去了。这老头气不过，说儿子是快饿死了才去做的私盐饭，当头一盆水就浇到了袁绍卿头上。这一下可惹着阎王爷了，阎王爷就罚他在这跪着。啊，
阎王爷罚他。你们私底下都这么叫他？那可不，这阎王爷过去人还挺好的，为大家伙办事，替盲沟请命。可自从他投靠了梅党，这人就变了，变得目中无人，贪图享乐，谁惹得谁倒霉。呸！真不是东西。也不怪有那么多私盐贩，去年盐价跌过一阵，今年却哐哐的涨。这么多的盐要卖400万一斗，谁买得起啊？吃口盐太难了。私盐贩。这硕丹二王子真是野心勃勃。康州元年才联的姻，可汗一死，他便夺得了王位，竟不顾与我大封的盟约，将武良臣扣押为人质，还挥兵南下，真是蛮夷。这二王子杀兄夺位，弄得硕丹各部是人心惶惶。他为了平定内忧，便派兵来掠夺我方粮草。正赶上严冬我军雪地作战的经验又不足，他呀，这就是蓄谋已久。郎主，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你之前干嘛让礼部侍郎上书弹劾你，为官揽赋，奢侈无度，害得自己被圣上责罚，扣了半年的俸禄，还遭了一顿训斥啊！你知道何为贪官，何为清官？何为奸臣，何为忠臣啊？这，要我说实话，郎主你总不能算是清官吧？你这个宇文泰和苏绰有一番对话，说的是帝王之术要用贪官顾权，除贪官排异，杀贪官收买人心。小人愚钝，没听明白是什么。我身居高位，不能不犯点小错误，不然就没有把柄攥在圣上手里了。但是我又不能犯大错，我要犯了大错，就成了老百姓的眼中钉了。哼，袁绍成最近没惹事儿吧？倒也算不上是惹事，就是惩治了一个私盐贩的父亲。那老头太嚣张了，大冷天泼了袁绍清一盆水，袁绍清让他跪在街上，头顶着水盆，高喊认错。大奸四忠，大忠四奸。袁绍成是个聪明人。郎主啊，康平王现今在朝中是如日中天，拥护者众多，力推武家继承大统的声浪已盖过李家。你更应该像以往那般与他亲近才是啊！怎么反而三避不见，躲在家中装病啊？我刚才说的话你一点都没听懂。康平王几次三番的让我往炎帝给他派官，这就是大错。郎主，康平王来了，我跟他说你在病中，不便见人。可，郎主，康平王，哎呦，梅阁老，病了这么久也不见好啊！你可是股肱之臣啊！朝中不可一日无你啊！必去如抽丝，老不中用了。我是怕你被庸医给耽误了，我特意给你请了一位高人，去给梅阁老探病。康平王，我家郎主的病有些奇怪，陌生人一靠近，浑身奇痒无比，起出很多红疹子，还是不要靠近他好。那这病怎么传染呢？康平王，就是说你病好之前，我还不能再来看你了。哎，你好生歇息吧。
康平王下次再来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他看出我是装的了，不会再来了。赵峰看见他了吗？看见了，赵峰已经风风火火地查私烟犯的事去了，还让人把跪着那老头给带走了。那不是挺好？赵峰为官尽责，向来就爱管那些民生闲事。少卿，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了，为什么好事留给别人做，骂名都是你担着？有人跟我说过，善名恶名都不重要，我觉得也是。只要我背着骂名，自然有人放心。少卿，扬州。哦，送信的人说，这是有人花了重金，特意让他带进圣都的。少卿是去康平王府吗？不如我随你一起啊。不必了，你帮文宇整理一下里面的卷宗吧。哎。草民乃扬州千户，今状告州级署监曹状告我。何以擅自侵吞漕运费，以公谋私，贪墨无度，请彻查何以给予之来往官吏，在扬州为不法之事。康平王，饶命啊！康平王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。何监曹，你贪点小小的漕运费没什么，可因为这状子，扬州所有的沿路就都得停了。停了？这也不至于吧？哎，这状子不还没递上去呢吗？扬州一年的官盐50万担，转卖其中的5万担，那一年就是10万200银啊！这状子若不是递到少城手里，而是递到御史台、户部，递到那些酷吏手里，这10万两啊，何监曹，要多少个你才够赔呀？康平王，下官定将戴罪立功。滚！是，这就寻条新的沿路来弥补过错。少城，你又立了一功。少城本就仰仗康平王提携，这都是分内之事。可惜那徐陵当上尚书右丞之后，这一年竟然没有出什么岔子。你恐怕还得再有些耐心，要不，你和显儿的婚事先紧一紧，我找人择个吉日。谢康平王。江南这么早就下雪了，看来今年的冬天会格外冷。这雪景确实赏心悦目，但有多少人知道，雪下藏着多少脏东西？下雪了，路就更难走了。平安，我们该回趟圣都，去看看采莲和丹心了。参见康平王。这么快啊？
才10余天就有消息了。是，不过这次寻来的盐贩与以往略有不同，下官不敢擅自做主，所以前来询问康平。就说来听听嘛。经过下官多次寻找，这次寻来了一位私盐贩，他其实是私盐贩。是，你是嫌自己命长，还是想将康平王也拖下水？准确来说，他其实是一位牙人，他声称自己手上有大量的私盐，多到这个数3000担。哎，3万担。哪来的牙人手上能有这么多私盐？何间草，哎，你该不会信了吧？这牙人的说法是，这3万担的私盐会按批次出手，之后再找大买主。关键是，他只卖100文1斗。100文1斗，正是。下官见这其中的利益着实不小，所以不敢耽搁，便火速前来禀报。现如今，这牙人的身份尚未查证。何间草，不如你将此人约出来，我去探探虚实。显儿，和少成一块去。是。若是有人想取我们性命，此地很方便。若是真有人设局杀我们，那才刺激。你们是来找暗夜的吧？跟我来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我这赚钱挣到老朋友头上了。这交情可别乱攀，这钱你能不能赚到手，还不一定呢。这1年没见，平安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钓鱼了？今日可有鱼上钩啊？这钓着着鱼啊，得看运气。我这运势一直不怎么样，不过就是图个乐子。叶新一，我是刑部侍郎赵峰，听闻叶新一正要离开圣都，因而在此恭候。赵侍郎，这是何意？我是受人所托，将此物转交于你。这是……叶新一不必多问，在下职责已尽，叶新一一路平安。
你先前离开圣都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怪让我惦记的。这一年都去哪儿了？那我去的地儿可多了，不然怎么能坐在这儿？别绕弯子了，说说吧，为什么做起了牙人？如今严家这么高，谁不想趁机多赚上一些，让自己过得好点儿？别再演了，巧舌如簧。他怎么能拿得出这么多私盐来？看来袁绍卿对我成见很大啊。既然你们信不过我，那请便吧，我另觅买家就是了。你手上当真有盐？黄一鸣。黄一鸣可是河南道一带最大的私盐贩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袁绍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连我吃饭的本事都给忘了。我治好了一个私盐贩的头痛症，他便将我引荐给了他大哥。叶新义，多有得罪了，干的是卖命的买卖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不得不小心些。明白。这黄一鸣的确有个绰号叫黄铁拐，只是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取的。说来也简单，他这腿疾，并不是外伤，而是妻子过世后由心疾引发的，所以你就替他诊治，和他攀上了交情。不错，正因为这份交情，他才让我接手了一些私盐上的生意。你这故事讲的还真乏味，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走。袁绍卿还没当上康平王的乘龙快婿呢，就开始对武舍人指手画脚啊，还是防着点他，以免被利用。你倒是担心你自己吧，有命赚钱，没命花。行了，少成，平安的生意，我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你若真认识这黄一民，择日带他来见我。还是武舍人够意思啊。那这样，不管这笔你们赚多少，佣金一口价800两如何？当然没问题。走了。对了，袁绍卿，天冷路滑，小心别摔着。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沿路我们可以再找，何必与虎谋皮？袁绍卿了解我几分，你大可不必将自己的懦弱无能强加在我身上。在我面前，你只要做好一个贤婿该做的就行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拦我的车驾？刑部接到匿名举告，这辆马车上藏有私盐，得罪了。搜！是。侍郎，车碗底下搜到的。赵公，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怎么会在车底藏匿私盐？这定是有人诬陷我们。是不是诬陷，本官自会查明。没有官服，
本官也不认得。那赵公见了官服，便可放行了吧？带了官服，就以官员的身份入监牢；没带官服，就以草民的身份入监牢。可想清楚了？不用麻烦了，我们2个草民随赵侍郎走一趟吧。兄台，敢问张尚书呢？张尚书有差事，过2日才回京。慢着，劳烦跑趟大理寺，就说袁绍卿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幸好没人看见，不然我坚守这么多年的清誉全被你毁了。吴舍人，让县将军来提人。是。吴舍人，你好吗？当然好。听狱卒说袁绍卿还在里面，要不要我将他一起带出来？用不着，他自有他的过桥梯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陷害你？还能有谁？当然只有他，叶平安。叶平安，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是啊，可惜我跟他注定只能当对手。昔日我保你出狱，今日换你保我，我们算是扯平了。下一个！吴舍人，今日怎么不见那个姓谢的校尉？他性子太孤傲，前几日走了霉运，冲撞了统军，下了狱。那统军可是个记仇的人，恐怕是要趁机整死他。谢武舍人救我一命，谢广平愿为武舍人赴汤蹈火。那就别当校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跟随我兄长武安康上阵杀敌，最好能立个功。但我要你活着回来，做个将军给我看。是。扯不平。我是说，武舍人的恩，我记一辈子，刻骨铭心。刻骨铭心，可为我生，为我死。可。好，替我去找一个见过黄一民的私盐犯，我用得着。是。前线战事如何了？吴将军英勇，率军将硕丹逼退数十里，现大军在与其对峙，吴将军正准备找时机突袭。冒进可不好，你告诉他，不要太快。雪天路难行，盐、粮草均饷，恐怕都要迟一些。还有，你告知沿途仓司、工部、户部，谁敢怠慢，绝不轻饶。康平王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妥。贤儿，怎么去了一整天呢？少成没跟你回来？他还有事要办。那人手上的确有盐，而且他自称跟河南道上最大的私盐犯黄义民有交情，货就是他的。若真是黄义民，
有那么多盐就说得通了。伢子的佣金要多少？800两。倒也是这个行家。不过这伢子的身份，你听了一定意外。他是叶平安。叶平安此举定是别有用心。若他真认识黄一鸣，那我们这条路不通，换一条。可是父亲，夏，我们你为的恐怕不是盐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能赢过他吧？前几日，李允琛上了一道奏章，对吧？是。他盛赞太子品德，力保太子。圣上只批了5个字：四坐且莫宣。莫宣，那是圣人在敲打他，故意让你看见。那也是在提醒我。沉住气，我让何意再另寻言路吧。风吹雪倚红绡梅，微醺绿胚暖烛光。今天这种天气，倒正适合叙旧。贤儿，这是带了什么好东西来啊？当然是万国香的小菜了。我的确许久未吃过了。你是唯一一个能吃得上我送的菜的人。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！皇兄，50人带了好菜来，快来尝尝吧。这当官的还不配与老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。吃菜的口味，我看也不一样。久闻黄铁拐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没想到黄铁拐对官家成见颇深，只是这菜你不吃，又怎知合不合口味？哼，这一片地里种出的粮食还各有不同呢。这当官的也分有本事和没本事的。皇兄，万国香的小菜我吃过，确实不错，不如先试试。有的人为官，官袍底下不过是禽兽一只；有的人虽一身草莽布衣，却胸怀丘壑，重情重义。这也是我愿意来见黄铁拐的原因。这么年轻的丫头，来见我这个盐匪，还敢单刀赴会，倒也是不简单呐。其实也不止我一人，我还带了份见面礼，略表诚意。他，你肯定认得。武舍人不愧是手眼通天，这小子被下了大狱，我可是记挂了很久啊。老三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呀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叔好好看看。叔，哎，看来武舍人到底是信不过我，还找个人来认认脸。现在可是相信了。不过是在商言商。黄铁拐来这儿带了多少盐？冬日路难行，再加上这圣都附近盘查得很严，这次我只带了1000担，藏于山中各处。啊，货虽然不多，但这第一次生意谈成，大家有了默契，再往后谈生意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既然如此，平安，你的钱我只能先付你一半，等后面的生意都成了，再把余下的补齐，你不介意吧？我自然不会与武舍人计较这个。给我2日折兑现银，2日后，在附近的七云山见。
护焰荧惑。